大家好，今天我们来做开闭盘的整理跟检查。你们应该已经看到，我已经拆到一半了，因为刚刚旁边很多人他们走来走去，我不好意思拍，所以我只能等到他们都走掉，我才偷偷的拍。开闭盘我已经做分解了，那基本上开闭盘的分解，它原来应该是这样子的，这一块罩在上面，然后这一块套在这边，然后再就是离合器片盖在上面，螺丝锁上去。那因为我没有拆这颗的专用工具，所以我是用斩煤，就是用敲的，就土方法，买一个尖的，像这种鹤嘴锤，它的尖头，然后顶着螺丝，这样慢慢敲，它就开了。那开了以后，脚要压住哦，你脚要压住离合器片，你一定要压住它，要不然它会突然弹起来，很危险。而且你没压的话，你在转螺丝也很不方便。然后离合器片拿起来以后，接下来就是弹簧。弹簧也拿起来以后，就是要拆这一块。这一块本来是套在这边，它是套在底部。那这一块要拿起来的话，就是准备两只一致的，或者这种专门在撬塑胶卡扣的这种，两边就是对角插进去，然后慢慢的挑它就起来了。这个好像我之前在整理进站的传动的时候那一篇我就有讲解过，如果不熟悉的朋友可能可以去那边看一下。那为什么今天我会突然想到要整理这边？因为我之前不是有拍就是骑过积水区域吗？就是我车内是台风天淹水，我稍微有骑到那种淹水的地方。那后来因为我有检查，但是我是没有拆，然后后来就是发生了启动盘跟枫叶盘脱落的事件，然后在更换启动盘的时候，我有发现，因为那一次的泡到水，然后我的一些金属零件，像开闭盘里面那个滚珠轴承，它生锈的很严重。那我的开闭盘一样也是很严重。这些油我都已经清过了，可以看到这边，这个已经稍微有锈进去了。你看才没多久就锈成这样子的，这个我大概都清过了，我都把，而且这边可以看到里面有个比较黑的中间，这里比较黑的这边有，它是算是一个凹槽，这边的油都有点算是融化，就是有点变液态，它本来是算是油膏类，但是就变成有点像液态的，所以应该也是那次泡水引起的，所以这次就是要清洁这些。然后像这边，我不知道这样能拍出来，这个也是都是生锈了。这个我刚刷过，刷不太起来。反正那时候我刚拆起来的时候，整个就是我刚讲那个油，它好像有点被稀释，就跟液态一样，割那样子。这个我已经清好了，然后这一块抽起来以后，它本来不是这样子嘛，抽起来以后这一块是盖在这边，就是这样子。然后里面，因为我是三钩的，我这边有3个钩槽，所以我有3个固定，这个应该叫固定销。
然后固定销，拿尖嘴钳把它夹出来以后，这个就可以抽起来了。其实你们如果有在拆的话，仔细看，这边有一条、2条外侧，就是在扣这样子的。然后内部这边也有一块，底部也有一块，类似欧林的东西，那个都是在防漏油的。其实如果仔细看这边，我说的就是这个油，它都有点液态了，然后里面这个油它有点搞到好像有点固体变固体，液体变液体，然后像里面这边，像这个，这个还是另外拿卫生纸擦会比较方便。简单来说，清理开闭盘，主要就是把脏东西清掉，然后把这些脏的油、旧的油都擦干净。其实在擦的时候就发现那个油很硬，就有点干掉。把这些脏油擦掉，然后更换成新油，才能确保它在做动的时候，因为毕竟开闭盘它会滑动，它会跟底座滑动，所以你要确保它滑动的顺畅。像这种油不用一直拿那个清洗剂下去洗，那只会浪费而已。先拿卫生纸或拿块不要的布，把这些脏油清掉，清干净以后，剩下的一点点再来用清洗剂下去清洗，这样会比较省。这油真的是太厚，而且也太硬。哦，对了，你们用清洗剂的时候要注意哦，因为这一块上面，我刚刚有讲，它外部跟内部都有欧林，你要确定你的清洗剂不会去咬中东西。如果会咬的话，到时候这个可能会烂掉，会漏油漏得更严重。像可以看到，里面已经清得比较干净了。尽量清干净，然后更换新油，这样子它的润滑效果会最好。而且说实在话，这个不是太好拆，所以既然都拆了，就一次把它做到好。有没有？这样子里面这些，它的这个应该算油沟，就是让油可以保持在里面。因为这一支的宽度跟这内部只有一点点间隙，所以它必须靠这个油沟下去保持那些油。然后像这个沟槽都要清干净。哦，对了，像这个它的滑动钩有分直钩，也有斜钩、直钩，还有这种弯的。那基本上也有出2钩式的，因为我这是3钩嘛，1、2、3。但是你们可以仔细看哦，它的中心柱1、2、3、4，
所以基本上开闭盘有2勾式，就是对角勾或者3勾。2勾式是听说是反应比较快啊，但是很容易造成偏磨。那3勾式的话，就是它应该说，磨损会比较平均。然后再来就是这里面，下方你看里面也是很多脏油，而且都可以看到，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拍到，里面那个油都干掉，然后裂开了。这里面也有清，然后这边有柱状的滚珠轴承，然后里面前面那边它有圆球状的滚珠轴承，这个洗干净以后都一定要润滑上油。你看这些脏东西都会造成开闭盘它在运作的阻碍，所以就是都要清干净。像这个我是都伸手进去挖，都是油，都是算油块，这个都不对，这个都应该算太久没整理了，然后随便挖都一堆。因为我印象我现在的这一组开闭盘是接收朋友的，他换改装的，然后可能之前的保养或者根本就没有做过保养，都是只加油进去，他没有把旧的油做清除，这个会造成润滑上的阻碍。看，都是脏油，所以切记像这种油一定要清掉，然后再补新油进去，这样才能达到最好的润滑效果。随便挖都一堆，而且这个都很硬，润滑效果都已经降到很低了。然后这里面的油就是要保护那只轴，所以这里面是要有油没有错，但是这个油应该是都要做急的，要做更换。基本上好像车行没有在帮人家做这种东西，这个都是自己在拆才会去做的动作。然后这里面我不建议用清洗剂进去洗，因为毕竟里面有滚珠轴承跟一些油封，只要清干净就好。因为你洗的话可能会变太干涩，而且也有可能会影响到油封，所以只要把它清干净，然后换新油进去，这样就好了。这里面很难清干净的，就尽量把它清干净，能挖多少算多少。可能要多准备点卫生纸，要不然这个油污太多了。
然后在牵的时候顺便去试试看这个滚珠轴承它滑动有没有很顺畅。如果真的状况不是很好的话，就把它换掉，可能就换整组会比较划算了。你不用自己在那边弄半天，因为你还必须把两个滚珠轴承逼出来，然后重新再补油封，会方便多啦。虽然可能比较花费会比较高一点，但是会省很多事情。好了，里面大概牵的差不多了。基本上就是所有该上油的地方，一定要记得把旧油清掉，再来补新油。像这个，那我这边挖出来比较干，反而这个就比较湿，这就是有点裂化造成的。这不可能清得很干净啊，就尽量把它清干净一点，才不会影响新油进去，然后导致新油裂化的太快。就跟换机油一样，尽量的漏干净，因为你旧的机油它本身就有脏污，然后你旧油如果没有清理干净的话，新油进去，新油很快就会被污染。然后像这些孔洞的油也要记得挖干净。然后因为油都挖干净以后，难免会有一些油污染这边就要赶快擦干净。你如果要做清洗的动作的话，这时候就要先做，要不然等一下新油进去，你如果这时候再下去做清洗的话，喷进去的一些润滑清洗剂可能会造成润滑油的裂化。像这边这个北爱林滚珠轴承，也大概的去测试它的滑顺畅度。然后这个油封跟里面的柱状滚珠轴承间会卡脏污，这个也要清，因为这个会去影响里面那个滚珠轴承的滚动，然后要小心哦，你不要把它点坏了，拿个牙签啊，拿个细的东西，斜的慢慢挑，把它挑出来就好。
然后其实这个部分不洗是没关系，因为到最后这边还是必须有油。如果你担心旧油还是太多的话，洗一下是 OK。但是只要洗外部就好，你不要灌里面，因为灌里面你到时候如果那些清洁剂残留在里面，你新油进去，很快就会导致里面的油的裂化。好了，这样子这边就算差不多了。哇，没卫生纸，等我一下。没办法，这边你不清干净，这个很容易影响这一颗滚珠轴承的滑动，所以能够尽量清干净就清干净。其实如果你在挖的话，你就会体会到我讲的那种油的硬化的程度。但是这也要看你们平时有没有更换这些油类，或者就是保养有没有确实。好了，现在就差不多了。然后像这个我是选择不洗啊，因为我只要擦干净，反正到时候这边也是有油，反而是等一下组装好以后，这个盘面，这两个盘面一定要先洗干净，因为到时候皮带在这边跑，你如果没有洗干净会打滑。好，这样子这边跟这边就都清干净了，然后就可以准备上油。上油的话，一样我也是拿这罐滚珠轴承专用的油，然后就是把油挖出来，去填满那个油沟，这个沟槽。不用填很满，有油在里面就可以。就大概像这样子，就保持那个沟槽里面有油，
这样就 OK 了。因为你太多的话，到时候我们把它套上去的时候，一样会挤出来，会浪费掉。所以不用多，平均的让它能够搭在里面就好了。好，然后再来就是这个，因为我刚刚有讲，里面的油是为了要保护，其实里面的油主要是这2个滚珠轴承要用的。那里面有点油是可以保护那根轴心啊，所以我是都会多上一点点。在滚珠轴承的边边先抹一圈，让这些油可以包住滚珠轴承。就把油挤到滚珠的缝里面去。然后另外这头比较麻烦，因为手伸不进去，所以你要挖在手指头尖，然后塞进去去裹那边。其实是应该要先裹这一头，才不会弄得手指都是。然后里面那边薄薄的抹一层就好了，因为这个宽度应该可以看到，这个宽度里面的宽度跟外面这边的落差比较大，所以你要填满里面是可以，但是会失去意义了。好，这样就可以了。然后准备组装的时候，手一定要擦干净，因为就像刚刚讲的，这些盘面都不能有油，你弄了太多油上去，到时候清洗会更麻烦。好，然后把这个塞回去，不要硬塞哦，因为它里面有欧里，你就是顺着它慢慢的塞，稍微滑动一下，让它很顺的可以进去。因为你硬塞，如果它卡住，你硬塞很容易把那个欧里刮坏。然后沟槽对准这个固定扣，这样就好了。有没有挤太多油都会再冒出来，就失去意义。然后把这个固定销放回去，这样塞下去就可以。有的人是习惯这边再抹一层油啦，我是会抹一点在这个它阻止滑动的沟槽上，抹一点就好了。其实也可以不用抹，因为都有漏在外面。如果漏的比较少，你又比较担心，就抹一点就好了。然后这个欧领稍微抹一下，抹薄薄的一层就可以。
给欧林保持一个油性，它在运作或者防止脏污上的效果也比较好。好，第2颗，然后第3颗，好，然后再把这个盖子压回去就好了。我再擦一下。然后像进站的铁套设计的比较贴心，它这边有个胶套，就防止大弹簧在里面可能会撞击磨损。我以前骑高手的时候，好像没有这个塑胶套。然后确认组装都没问题以后，把这个盖回去，平均的把它压回去。就压到底就好了，然后这时候就可以去滚动一下，看会不会 K 啊或干什么。哦，对了，像刚刚的沟槽忘记讲，那个沟槽如果有发现扩孔或者它的坡道过度磨损的话，这个都要换掉会比较好。好，这个就是开闭盘主体的整理跟保养。然后再来就是离合器片，这个是我旧的离合器片，我本来装车上的，可以看到它这边有没有都很薄了，这个都很薄了。这个如果太薄的话，你在启动的瞬间很容易会发现车子会扣一下，这个有一部分的原因是这个引起的。离合器片如果太薄的话，它在甩嘛，甩到一个离心力道的时候，离合器片会开始弹出嘛。然后你弹出来的瞬间，如果那个间隙太大，就很容易造成会这样扣一下。这个是起步车子会扣一下的原因之一呀。引擎吊架出问题也会。那这一次我要换这一片，可以看到这边这个边边，我们这样做比较好了，有没有？这个不是新的，这个也是朋友谈换下来的，我基本上都是减价换下来的，没办法要勤俭持家。那这个都厚很多，所以换上这一片效果会比较好。还有就是离合器片的检查，就是这个钩，小弹簧在卡的这个钩，如果这个钩有扩孔或变形，就因为这个钩有点类似一个零的写法，它可能头会磨损，那个都是准备要换的。然后可以看到里面这边都生锈了，这个应该就是那一次泡水弄到的。然后离合器片，第一不能整理，然后也没办法上油，所以基本上买来是怎样就怎样，这样会比较妥当。最多就是可能拿个锯子这边锯钩，增加它的摩擦力。这是土方法啦，有没有效？每个人有每个人不同说法。
然后再来就是碗公，因为朋友也给了我一个这个改装的碗公。其实碗公是有寿命的哦，你们仔细看，这个边，我帮你们看，它这边有个边，离合器片基本上就是在亮的这边在跑，在摩擦，然后这个边，你可以用指甲去抠，如果你这个亮的亮面跟这个污面这边有很明显的一个坎的形状的话，那个就是碗公膜太薄了。我也不知道朋友想什么，他拿这一片给我，然后像这一片它就有点明显，它摩擦的地方跟没有摩擦的地方，它有一个类似阶梯状一个坎啊，这类干嘛？这个如果太明显，这个也不能用。那如果比较具体式的说法，就是拿游标卡尺下去量。好，这个的厚度是 0.4， 有点反光，这样是 0.4。如果有多个可以选择，一定是选比较厚的。这一块也是 0.4， 有没有？也是 0.4。我这个表不是很准。但是可以看得出来，这个 0.4 已经把那一横，有没有第四那边有一只嘛，有一画，已经把它盖掉了。然后反而是我原厂的这一块，还可以稍微看到那个一横，所以表示这一块会比较厚。你不要看这个一点点厚度哦，这跟在骑乘的时候的反应差别就很大。我本来是想换这一块，因为它有打孔，有偷青，然后这边打孔是要增加摩擦跟排除脏污，那这边打孔就是偷青嘛。那问题是，我只是一般用车，因为碗公它必须要有一定的重量，如果你太轻的话，它那个旋转的惯性会被破坏，可能加速快，但是你的尾数如果太轻的话，尾数会拖不出来。然后而且加上这一块，因为说实话，这个东西很讲究它的平衡性。如果你稍微偏重的话，久了你那只走那个油封别安骨那边都会受损，所以我相信原厂应该是有一定的水准在，不是说改装厂不好，而是这块已经算磨得蛮严重了，已经有点过度磨损了，所以贸然装上去很有可能会增加自己的麻烦，所以我就不装这一块了，我就一样是装我原来的。那再来就是整体的组装，因为这边跟这里它有一个边，你先对准它，然后压下去后，
用脚下去踩，踩住两边固定以后，赶快拿螺母，赶快把螺母锁上去，然后锁到手锁不动以后，因为我没有专用工具，我就是在反向这边再凿，再用打的把它打紧。那基本上可以看到我在拆的过程中，它有一些小小的痕迹，像这个，我当初就是从这边开始打，再打松，所以这边有个痕迹。只要我原来的这个对准了这边，或者超过一点点，只要靠近，当然能够对准是最好，主要是它的紧度就是原厂的紧度。这是在没有工具的情形下的土方法。好，这样就大致的上去了，然后再来就是把它敲紧。但是在敲这个真的很吃经验哦。你如果敲不好，或者拿得太斜，你很容易造成这个螺丝的过度的破坏。基本上我都是习惯先这样子，先敲一个凹槽出来后，再稍微拿斜一点点，慢慢的敲，把它敲出来。好，现在就解了。因为我在很多片子里面我有讲过，有时候锁螺丝，你可以靠听声音就可以听得出来它有没有锁紧。因为锁紧以后，它会有一个，应该怎么说？一个类似金属声，那个多半就是这个很吃经验啊，这个我就不细谈了。然后这个这样就组装好了。然后再就是装上皮带，盖上碗弓，锁紧，上车，这样就好了。那因为后面这些，后面的后续我还要慢慢整理，所以今天这个开闭盘的检查、整理跟保养就到这边咯，谢谢各位，拜拜。